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不在律所的时候，律所里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来了一个外星人，宣布他准备占领地球。这不是好好聊天。谁叫你老问不该问的问题啊？不，我来晚了，我想知道律所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是很正常？你就不能有点幽默感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幽默。行，是我不好，我重新回答，行了吧？你重新回答。我来律所之前，律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生，请问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比如说谁跟谁他们打起来了？有的呀，先生。那到底是谁和谁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如果您非常想要知道的话呢，我可以在罗宾律师不忙的情况的时候，我帮您去问一下，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放心，这事情交给我们。我听说顾杰跟罗宾大闹了一场。你吃的是火锅，你怎么知道？一般吃过火锅有正常嗅觉的人肯定能闻出来。重庆老火锅，9宫格，香油、蒜泥调料，这么明显吗？那咱们言归正传啊，我是问顾杰他为什么跟罗宾大闹一场？毛肚、鹅肠、午餐肉、老油条，那么大味儿吗？罗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要打断我？打断你需要给你理由吗？您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您就打断我。给老板普及一下什么叫员工的隐私权，教育老板不要侵犯职工的权利，让老板觉得比你笨，比你傻，什么都不懂，这需要你来教吗？我去他们公司做过调查，大部分员工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压抑，不喜欢公司的文化。他们那个前运营总监之所以给其他公司投简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谢天谢地，幸亏我打断了你。为什么？那我问你，如果不打断你，打算跟他说什么？我打算跟他说，白总，我知道您之所以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那是因为您发现不打招呼就离职的员工以及消极怠工的员工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高管，所以这让您非常的恼火，所以您就决定在公司的电脑上安装职场监控软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时查岗，而且还可以预知谁有离职倾向。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事实上，员工和高管他们为什么要离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公司很失望。你是在教白敬红如何管理企业吗？请问戴叶小姐，你管理过公司吗？有过什么成功案例吗？我是说，经过我的了解，现在他们公司离职的意愿更加的强烈了。只不过他们为了不被监控到，就选择不在公司的电脑上去投简历、收邮件。公司的监控就只能监控到他们在电脑上干了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员工脑子里在想什么、干什么。你是怎么了解到的？我跟他们的员工交谈过。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那我不能告诉你。你被炒掉了。啊？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拦住你、打断你？可是没有可是。我们是法律顾问，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所以请你现在出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专利法和相关的判例。罗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不妥。哪里不妥？这对他们那前设计总监不公平。他的作品公司看不上，让人家反反复复修改了那么多年，那人家当然不乐意了。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公司说不干了呀。为什么要骗公司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父亲？白敬红的脾气刚您也看见了，谁敢跟他说实话呀？所以你的结论是，公司高管可以欺骗公司，叫情有可原；公司加以制裁，就叫不近情理。不，我的意思是说，公司他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请你来做我的助理，是来服务客户的，不是让你来给我的客户上德育课的。我这可不是上什么德育课，我这是在讲道理呀。罗老师，在法律上，白敬红他可能可以胜诉，但问题上在这次你是真的被炒了。罗老师啊，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有什么好被炒的？那我再说一遍，你是真的被炒了，回家吧。不可能！刚刚您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您的手肩膀咚咚咚抖动了一下，您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您在偷笑对不对？你肯定是在偷笑，我怎么可能会被炒了，对不对啊，罗老师？出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判例。好嘞。
怎么了？我最近想休个假，什么假？婚假？年假。是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你电话一直在震。哦。垃圾电话。行，那你跟黛西交代一下。嗯，谢谢。到底什么事儿啊？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告诉我。没事儿。旅途愉快。拜。嗨，简明姐。哎，罗宾，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箭之仇啊！我跟谁有仇？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退一赔三啊，1650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蓝红没有找过你啊？有关系吧？你也学地下车库？当然不。550万的进口豪华车售前维修过，车主最后获赔1650万元，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车主称，销售商承诺是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但是保养时发现车有过大修记录，一审判决撤销合同买卖，车主退车，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作出3倍赔偿。我输入我的生日，门就开了。你别紧张，你家又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但我的住宅受法律保护，准确的说是受宪法保护。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所以啊，那就请你不要知法犯法。那你告我呀，你就告我非法入侵他人住宅。行为人在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无故拒不退出的，原则上就已经构成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按理应立案予以追究。我在办公室没有答应的事情，在家也不会答应。那我就不离开了。你这是不讲理。我没打算来跟你讲道理啊。哎，你去哪儿？我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现在是我闯入了你的住宅，你可以报警抓我。你已经劝我离开，但是我拒不离开。报警！我现在帮你打120。怎么了？我不想跟你缠扯不清。我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我肯定不会再来求你。但是我没办法了，我一审输了，
现在网络上、报纸上全都是我们的负面新闻，说什么这是史上最贵的汽车维权案，我们必须要上诉。2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被贴上不法商家的标签。我老公被气得心脏病犯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我可以给你推荐律所、律师。我不要。你认识的律师我也认识，你推荐的律所我也能找到，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们1审找的也是大律所的大律师，官司输了，他一点歉意都没有。那依你的意思，官司输了，律师要给你写一份检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有律师证，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渺茫，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要去努力。我们输不起。罗宾，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去找何塞。何塞？你怎么想的把我推给他呀？何塞和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比较熟。那有什么用呢？你们之所以1审被判赔1650万，是因为你们被认定消费欺诈。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怎么证明？让何塞去找专家，说明 PDI 程序是行业惯例，是否告知消费者，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且更换车窗、补漆行为，并不会对人身健康、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或者实际损害，所以不构成消费欺诈。现在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不客气。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还怨恨我？不，我不喜欢占朋友的便宜，但也不喜欢被朋友占便宜。你是怕我以朋友的身份占你便宜啊？不是朋友，谈不上占朋友便宜。我不会占你便宜的。2审胜诉之后，1650万就是我们付你的律师费。我们不怕花钱，我们注重的是商誉。就跟何塞谈吧。你确定？我确定。我突然觉得我们有很大胜算的可能。当然，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给何塞送这么一个大礼包？因为我不想占这个便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我不后悔。也不后悔什么？无论什么，只要过去的，我都不后悔。向你学习。心想事成。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我真的好几个电话都没有回。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比丽娜更适合你。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因为你不喜欢听到真话。谢谢你的酒，走了。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拨错了。你拨错一个电话有可能，但是连续拨错7、8个，可能手机中毒了吧，自动播出的。对不起啊。不是真的有什么事儿吧？没事儿，晚安。哇塞！我去，真的假的？你这是啊？没错，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哇塞！你怎么没跟我说呀你？我怕我万一没考上。你怎么那么棒呢你？我终于考上了。这事儿今儿必须得解决了。没有资格跟我谈。什么？你松手！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今儿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他谁呀？不重要。不重要，他为什么拉着你？你在大街上被疯狗咬了，你会问疯狗为什么咬你吗？是啊，疯狗为什么咬你呢？你吃早饭了吗？没事，我去帮你买。审判长，被告在交车前对于油漆和窗帘的处理未予告知。被告对我的当事人销售的是一辆大修过的问题车。原告关于车漆打蜡抛光和窗帘更换属于大修的主张，这与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有着明显的不符。经销商提供了车辆的全套正式进口手续，车辆未被他人使用，符合
合同约定。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告知车主本车的维修情况，故可以认定其故意隐瞒车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构成了欺诈。经销商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之时，新车尚未到店，也就是说，经销商当时并不知道车辆存在了瑕疵和问题，而经销商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之前，已经对车辆存在了瑕疵和问题进行了处理，并且进行了记载，将这些记载的信息上传到原告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查询到的网络平台上。也就是说，经销商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意图。你好，你好。何老师，你好。那斌，来，看看这是谁，还认识吗？你好，你好。康阿姨，咱们大学宿舍的保洁阿姨，我当年跟康阿姨很熟的。康阿姨，康阿姨还认识这是谁吗？认不出来了。何塞，何塞，啊，赛，何塞啊！娘哎，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瘦的多的多了。康阿姨，何塞现在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他肥。哎呦，虽然他确实很肥。挺好，挺好。康阿姨，您坐。挺啊，我是您的案子呀。这康健是谁啊？俺爹呀。哎呀，今年90了，稀里糊涂的就签了这么个合同。 90了，这脑子还清楚吗？精神没问题吧？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这是。何塞，康阿姨，您别在意，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我知道啊，那个我找了校长老师了，都给我出主意了。说我爹要是糊涂了呢，这个合同就无效了。可是我们家那老糊涂一点不糊涂呢，身体好着呢，口齿清楚，怎么看也不像有病的。哎呀，他就是让中介给忽悠了。不好意思打扰了，罗老师，姚江和他的律师到了。他有预约吗？有，我跟丽娜姐说了，就是约的今天。康阿姨啊，这样我来了一个客户，要去先接待一下。你跟何塞说，您放心，我们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哎，你忙啊，你坐着，你坐着。哎，你忙你的哈。电话在响，骚扰电话，你都没接，怎么知道骚扰电话？打10几回了。今天的日程里有姚江吗？没有啊。有，丽娜姐，你看一下手机，我是在微信上跟你说的。对不起，我忘了。可以约到一块儿去了。等一下，你记得把康阿姨的合同复印一下。好，现在就去。这2天你不是说要休假吗？我先不休了。罗老师，不用解释，不是你的错。不是，丽娜姐，我感觉她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她经常魂不守舍的，你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公道啊，不能这么欺负老年人呗。俺爹就是多了，成天在家窝着，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事情。他脑子里就觉着100块钱，哎，多得不得了了，根本不知道房子的价格。他要知道的话，根本不可能签这种协议。我是姚江的律师海叔，输赢的输吗？哦不，舒展的舒。哦，同音。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好，我也喜欢看门见山。我们希望你们撤诉。撤诉？条件呢？什么条件嘛？哎，我本董岗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是柏静红不要的项目，哎，他自己扔到垃圾桶了呀。我们捡过来之后带到新的公司，我们做大了，他眼红了呀，他就来告我。他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偷取了公司的信息，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
他自己 pass 掉的东西 pass， 你晓得吧？怎么 pass 就是不要了呀？他不要，我捡起来我做大了，他现在眼红，他来告我，可不能扛。评李家有这么滑稽的事情吗？可是他有专利产品证书，你没有。哦呦，那个证书我晓得呀，那个也是在我们做大了之后他才去申请的吧？那你和你现在的老板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产品大卖之前想到去申请专利呢？据我所知，是您给他出的主意，找人修改了图纸，然后去申请的产品专利。这从申请产品专利的时间就能看出，这是我们产品大卖之后。据我所知，专利申请被谁抢先注册，对谁就更有优势。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你说，您信仰法律吗？忽视专业技巧，谈信仰法律是要输官司的，而且一点都不冤。是赔了。我们还没有谈完。我谈完了。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谈完，可以跟我的助理继续。顺便说一下啊，我从不跟忽视专业技巧或者缺乏专业技巧的专业人士谈专业。我们看看呀。那你来看看了。咱都走法律程序了，知道吗？我已经到律师事务所了。像这种轻微瑕疵未告知消费者的，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法》中的欺诈行为？这是本案的焦点之一。我接受个电话采访啊。康阿姨，你说，哭着走了。您说啊。对。你怎么可以让他哭着走了？你还指责我为什么让他哭着走？是你把他甩给我的，好不好？我没有把他甩给你，我是因为有其他的客户。你明知道康阿姨这个时间段会来，你干嘛还约其他的客户？我说了，我马上就回来。马上是多久？1分钟、5分钟？我等了你整整10分钟，你知道吗？律师出售的是时间，你把你自己的时间用作收费咨询，让我在这儿给你还人情啊？你把康阿姨当做人情，你把康阿姨当做情人啊？请你以后不要指责我没有拿你当朋友。难道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做过朋友吗？是的，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也考虑过把你划到我朋友的候选名单里，但现在被彻底划掉了。鬼才相信。没错，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相信。康阿姨那合同就是这么签的，对吧？白纸黑字的，你让我怎么样啊？喂，刘主编啊。他们走了，我给了他们逃生的机会，但是他们觉得冤。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他应该在离开百金红公司当天就把自己的作品申请专利。他只是一个设计师，他不懂得产品专利法。他以后就会懂了。也许他没有以后了。你是说我毁了他？我是说，您应该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一下。他在百金红那里并没有得到赏识，他自己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东西，被老板亲口告知没有市场前景，他当时都抑郁了。不是他对不起他原来的公司原来的老板，而是他原来的公司原来的老板对不起他。我们不是他的律师，我们是百金红的律师。但是这对他不公平。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设计，是他的产品大卖了之后，百金红才翻出他原来留在公司的图纸，稍微改了2笔就去申请的专利，是您给的律师意见。是我给的律师意见。我之所以给他律师意见，是因为百金红是我的客户，他跟我们签署了专项法律事件委托合同，我们是专业人士，所以就要给出专业意见，而不是像今天来的那个叫什么书的律师，只会一味地谈法律信仰，却连基本的专业技巧都不具备。但是您在给出专业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兼顾一下公平？公平？你知道什么叫公平吗？公平一定是具体而微的。就像这份合同，按照合同法是完全有效的，
但事实是他们欺负了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那难道说我就可以这样站在法庭上，仅仅指责他们缺德，就可以讨回公道、赢得官司吗？但是法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还有事吗？您再考虑一下。毫无疑问，中介隐瞒了真实的市场价格。如果房主能够掌握到真实的市场价格，绝对不会签署这样的委托协议。老人的身体健康，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中介公司也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手段，或是趁人之危。所以，我方认为这份带有佣金分成的房屋销售代理合同是有效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维护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而这份销售合同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就是，原告是一位对中介表示完全信任的90岁老人，而根据合同法第54条，可撤销合同。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而本合同就是基于重大误解订立，同时又显示公平。小罗哎，太谢谢你了！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你。阿姨，我知道，如果您一定要谢呢，首先您得谢我们封主任，他很支持我们工作。然后呢，你应该谢谢我的助理，就是他黛西。那句法律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公平和正义，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就是他说的。啊，这。哎呦，谢谢你了，谢谢助理姑娘了，谢谢了。康阿姨，对不起啊，你们稍微打断一下。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2审终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1万元，还承担了31万1千元的诉讼费，神反转。老大，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传统啊，那就是每赢了一个官司，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庆祝一下。如果这样的话，罗宾律师1周就得开个 party。不，我是说呢，像这种重大的官司实现了神反转的，我觉得这样应该形成一个我们的律所文化，我们要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律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律所。我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应该让主管部门知道。律协呢，准备表彰罗宾律师，为他扶持弱势群体做出的努力。我们律所呢，已经上报了总部管理委员会，准备晋升罗宾律师为高级合伙人。哇！恭喜恭喜恭喜！那我呢？我刚刚为了咱们律所打了一个神反转的官司，1650万呢。娘哎，1650万呐！娘哎，那个小罗啊，你看我给你们多少钱合适？哎，这个事当初咱们也没说好。康阿姨，您这个不需要钱，我们对您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免费的，不要钱啊！是。娘哎，小罗啊，谢谢你们了哈！康阿姨，不用老说谢，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谢谢了啊！那我们送康阿姨出去，来让她送走你。谢谢哈，谢谢了啊，可以了。哎。你可
可以下班了。谢谢您。那我给您换杯茶吧。不用换了。那我把茶杯还有茶壶给您洗干净。不用洗了。可这是您定的规则，我必须要洗干净。为什么要定制规则？你懂吗？定制了规则，就是为了遵循规则。不对，制定规矩，是一部分人制定规矩，然后让一部分人去遵守规则。可他们从来不遵守规则，还说自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们是谁啊？不是说好了你不能来这儿吗？我们说好的是我不去你办公的地方。5000块钱，还有在携程上给你买的回程的票，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一路平安。南站。你怎么又来了？你要什么？你说吧。我要你孝敬我，照料我，看护我，心疼我，热爱我。怎么了？这香油进口的吧？还真香嘿！我已经给过你钱了。那你呀，好好学习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费的规定。那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费，不管它叫什么，反正在法律上啊，你有赡养我的义务，你给我钱那是应该的，那叫赡养费。对，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不叫保护费。你不能动不动就来骚扰我、威胁我。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我来就想告诉你啊，你呀也不能动不动就拿张火车票就把我打发走。这是我家，这是我女儿家。哎，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我看警察能把我怎么着？反正我没地儿去。你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你对我有误解，娜娜。丽娜，是，丽娜，李小娜，你姓李，是我的姓。你走不走？我们好好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反正在法律上啊，你有赡养我的义务，你给我钱那是应该的，那叫赡养费。对，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不叫保护费。你不能动不动就来骚扰我、威胁我。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我来就想告诉你啊，你呀也不能动不动就拿张火车票就把我打发走。这
这是我女儿家。哎，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我看警察能把我怎么着？反正我没地儿去。你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你对我有误解呢。丽娜，是丽娜，李小娜，你姓李，是我的姓。你走不走？我们好好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那行，那你什么时候想谈什么再说呗，那着什么急呀？是不是？你到底要干嘛？我没要干嘛，我就是想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谈。你等吧。您好，我在携程上订的房。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好的。先查一下。稍等。我用手机支付行吗？我出门时候换了一个包，我钱包在另外一个包里。啊，没问题。身份证出示一下。我身份证也在那个包里。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入住。手机现在都实名认证了。这个不行，身份证复印件是要上传的。那微信和微博行吗？也是实名认证过的。对不起，我们需要的是有效证件，手机呢不是证件，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吗？实在不好意思。丽娜姐，你没事吧？我陪你去找他，这不是无赖吗？他。算了，这么晚了，真把他轰到大街上，他还真没地儿去。那他之前都住哪儿啊？这儿混混，那儿混混，现在岁数大了，跟谁混都不招人待见了，就来找我了呗。如果他真的要赖在你这儿，你还真的不好赶他。就算是报警，警察来了，他也是你父亲，你也不能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欢迎再次乘坐里程专车。谢谢。再见。谢谢师傅。不客气。哎，你们俩今天怎么坐同一部车来上班啊？何在老师，待会儿咱们仨还得坐同一部电梯呢。黛西，你现在跟罗宾学的，这样特别不好。我学他什么了？傲慢、偏见。怎么了，丽娜？哎，何塞老师。哎，何塞老师。你为什么故意不跟我乘同一部电梯？你别惹我。丽娜姐姐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谁让她心情不好了？谁欺负她了？反正不是您。那是罗宾。哎，你必须告诉我，否则呢？否则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想说你本来就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你是我的朋友。丽娜姐最近有一些个人问题。个人问题？我说我最近看她有点不太对劲儿呢。交男朋友了？男朋友看不上她？不会啊。哎，你快跟我说呀，我这血压都升高了。那您赶紧去吃点降压药啊。队长啊，原来再拿啤酒啊，小有多帅。你来这儿干嘛？不是，你把钱包忘家里了，我怕你以为丢了着急就给送过来了。是啊，还专门让老父亲来送一趟。这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没事，那个丽娜脾气不好，都是我小时候给惯的。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怪我啊。能理解，能理解。这个当爸爸的吧，都这个惯着女儿。这我们家就是，我爸特别惯着我姐，我姐就脾气可大了，是吧？罗宾，你们家也是吧？你爸是不是也特惯着你姐？是啊，你看这是当父亲的容易吗？你说，要不是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您说的没错。你们领导特好哈，哎，哪天要上我家去啊，我给你炒俩菜，我当过厨子，我有证的，咱俩再喝两口啊。好，没问题。那行，那你们忙活我就走了啊。辛苦你送一下李叔叔。哎，别，哎，留步，别，我送了您啊。是，这边啊，这边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你父亲？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他对不起你，他希望你能原谅他，他是爱你的。那我要是不能原谅他呢？不原谅他也是你父亲，这改变不了。哎，你好，张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给您放前台了，麻烦您取一下。哎，好，不客气。黛西，有罗宾律师的快递。哦，好。哦，对了，你把丽娜的也带过去吧，他俩都不在。好，他俩好像一起走的吧？谢谢啊。好。他们两个同时都不在律所啊？我记得你上次犯错好像是罗宾听你说的话吧？哎，
我帮你拿吧。谢谢。没事儿。我纠正你一下啊，首先上次那个问题是一个小错误，第二，人家客户本来也没有要追究我们的责任，第三，我已经及时做出了弥补。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罗宾从香港回来之后，客户就变成他的了。你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什么叫做恩将仇报。你看看，我一直等着你们呢。啊，来，罗律师，请。随便坐啊，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哎，坐呀，您别老站着。没关系，我习惯了。您今天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丽娜岁数也不小了啊，我是想着什么时候结婚吃喜糖啊。你说这干嘛？我把罗律师请家里来唠唠家常不行啊？这个人怕见面，话怕唠。如果罗律师对你有意思呢，那就趁着我在，就把你们俩事定下来了啊。如果人家对你没意思呢，你也就别瞎琢磨了。我们俩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那呢？丽娜，我是你爸，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喜欢谁？你嘴上不说，但眼睛藏不住。你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吧。没什么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你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想到我。你又遇到什么事了？需要多少钱？你赶紧说。我是真的希望你幸福。谢谢。迄今为止，我所有的不幸都和你有关。琳娜，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您有什么问题，您先说吧。嗨，其实啊，我也没什么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俩。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说你自己的事儿。哎，你看我这闺女。这样吧，咱们也不用绕了，你有什么诉求，就直说吧。其实我这诉求特简单。哎，养儿防老是吧？我现在岁数大了，而且我一身病，我没地方去，我只能住在这儿。凭什么？这是我的房子，是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你没有贡献过1分钱。就凭我是你爸，你作为女儿，你就得尽这赡养义务。你现在想起来你是我爸了，你老了需要人照顾了，想起来你有这么一个女儿，你早干嘛来着？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呢，当年就应该把你打掉。当年你就是要把我打了，是我妈坚持的。是你妈要把你打掉，是我心软好吗？我给了你生命。你胡说！你给的我那是耻辱。我得抽你，我干！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打人，哪怕动他一根指头。行啊，长本事是吧？找人打你爸啊！来，往这儿打，我死了打！你打不死我，你孙子你！来呀！
室来，现在立刻马上！肯定不是跟我说的，你位置上的电话不是跟你说的，跟谁说的？但是是正忙接的，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呢。你怎么了？我可能要被炒鱿鱼了。你干什么错事儿了？你是得罪客户了吗？我什么都没干呀。那把你吓的，是福不是祸。是祸你也躲不过呀。哎呀，我就顺嘴接个上下句。赶紧去吧，能怎样？是不是？律所要晋升高级合伙人了。啊，是的，我知道，是罗宾。喝的什么茶呀？长青茶哦，减肥的吧？你开始减肥了？啊？小天儿，出去，我还没弄好呢。没关系的。这是我的工作。你不用工作了。哎呀，你看你把小天吓的。小天，我吓到你了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说你不努力。那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了？小天，他没有说要炒掉你，他是说呢，你现在可以不用在这儿忙活了，我们两个要单独谈点事情。明白了吗？明白了吧？啊！现在请你起来，起来啊！好，出去吧。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呢？你学学人家黛西。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啊！转身出去了，快走，把门给我关上。你这个，我知道，你认为呢？罗宾抢了你的客户，我没打算抢回来。我呢不会介入任何人对罗宾的行动。你觉得我是在针对罗宾？那不然呢？在你和罗宾之间，要想晋升一个高级合伙人，你不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吗？我这么觉得呀，但是没有用啊。封印他不这么觉得。我可以帮你争取。那前提条件是你取得封印，成为律所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我需要你的支持。对不起，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没关系，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我建议你一会儿到洗手间，洗把脸，照照镜子，看看镜中的你自己，问问自己的内心，这是你喜欢的自己的模样吗？我问心无愧。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你跟罗宾在一起做实习律师，那个时候的你朝气蓬勃，壮志凌云，谁都知道你那有名的父亲。哎，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间洗把脸，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模样？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形单影只，没有朋友。我不需要朋友，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朋友。你是因为没有朋友，所以你才这么说的。我不认为没有朋友是一件丢人的事，相反，想要朋友却得不到，那才是丢人。喂，您好，我是中介小吴，看您在网上发布的房子户型地段都特别好，请问什么时候方便过去看房啊？都方便，有人可以随时去看房。
将烟囱未散场又怎样？喂，你好，我是中介公司的，方不方便带客户去看一下房啊？有人，你可以随时去看房。他全力对抗，理论逻辑失效，相互碰撞，字典形容公平，让证据揭开最后真相。回来了啊！你好，你好，我们是上午预约来看房的房产经纪人。您找错门了吧？没说要卖房子呀，哎，你好，我们是刚打电话预约来看房的。怎么又是来看房子呀？我刚才说了，没说要卖房子。又是来看房子吧？是不是？怎么问你们家房子呀？我说多少回了？看房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卖房。玩这套。恭喜呀！什么事儿就恭喜？高级合伙人呢？您对我们所的事儿这么熟啊？知己知彼啊！哎，您好，您好，先生，请问您找谁？找我女儿啊。啊，请问您女儿是？丽娜。不好意思，丽娜现在休假了。休假？上哪儿啊？抱歉，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我找罗宾。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你们这不是医院预什么约？不好意思，罗律师特别忙，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可能见不到他。他哪那么大谱的？先生，别多闪开你！保安，请上来一下。好，那什么，我给罗宾打电话，行了吧？我有的名片啊。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肯定在。哎，他伙同我女儿卖房子，不孝敬父母，什么玩意儿？赶紧让他们出来见我来！啊，先生，有王法没王法？要不这样，您先在那边坐一下，我们给他的助理打个电话。我哪有那耐心呢？赶紧的。喂，罗律师今天在律所吗？罗律师今天出庭了，不在，怎么了？前台来了一位先生，他态度特别强硬，他一定要见罗律师。哦，好，我知道了。先生，我已经给罗律师助理打过电话了，罗律师今天确实是在出庭。什么出庭不出庭的？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必须得见到他。怎么了，黛西？哎，这位是罗律师的助理，黛西。您好，请问您找罗宾律师是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躲着我？不敢见我呀？对不起，他不在律所。什么律所蓝所的？你赶紧把人叫出来！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不敢接是吧？法庭上不能接电话。那你告诉他，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卖了，让我无家可归，我住他们家去。
那除非罗律师同意您住他们家去，如果他不同意，对不起，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我为什么不能住啊？啊，你说不能就不能啊？你是谁呀？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民住宅，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被称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乱七八糟的，我不懂。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这卖弄你读过书上过学。我读书少，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罗宾不在是不是？行啊，带我找他们领导去。对不起。你别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的，你马上就带我找他们领导去。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啊！还有人管没人管了？他宁可把这房子让那野男人给卖掉，也不让他亲爹住，天理何在啊？是您抛妻弃子在先吗？谁跟你说的？是罗宾还是丽娜？丽娜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儿？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又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是吧？父母的心也是肉长的，孝敬父母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禽兽父母另当别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哎！我这心子，哎，您这是，哎呦，哎呦！喂，120吗？这里是金辉大厦。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咱们律所什么时候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把一个老年人气得心脏病发作了，这明摆着，他是要告我们，而且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那个抽烟的人急火攻心去医院了，那个劝抽烟的人被人家属给告了。那也没告赢。嘟囔什么嘟囔？老大，您别生气，您放心，肯定没事的。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医生都说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那他为什么住院了？他非要闹啊，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医院也不好赶他，也怕影响不好。他的医药费你出，责无旁贷。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明摆着，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没关系呀，他喜欢住院，那就让他住好了。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哎，丽娜她爸上热搜了。丽娜姐的事在极客上也炸翻天了，好多人在下边留言。你看，你们给评评理啊！自己女儿的家，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给我们说说吗？嗨，你们不知道，我这女儿啊，特别的虚荣。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就没跟我联系过。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她原来叫厉小娜，她把这小字去了，这让我上哪儿找她去啊？不是我抛弃她，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她躲着我。丽娜在哪儿？她在休假，把她叫回来。她在海上，游轮上没有信号。我不管她在哪儿，你负责把她叫回来。你告诉她，躲不是办法。自然血亲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来产生的，它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来终止的。我换句话说吧，我退一万步讲，他的父母要是真是个混蛋和罪犯，你都不能终止和他的父母关系。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说，确实不公平。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抛妻弃子，现在年纪大了又要求自己伤害过的儿女进行赡养和照顾，这不等于是惩罚无辜的儿女，鼓励混蛋的爹娘吗？这是以德报怨。对君子以德报怨，
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呢，还是以牙还牙呢？那要取决于对方是小人还是君子。我警告你，速战速决，对方可是弱势群体，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咱们在欺负老年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呀，百般的刁难呐。他生怕他的同事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爹。古语说得好啊，狗不嫌家贫也。我是没本事，但我是他亲爹呀。他倒好啊，吃好的用好的，他洗把脸还得用一什么仪器。我呢？啊，他亲爹呢？他亲爹是露宿街头，沿街乞讨，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朋友们，你们说说，有这么当女儿的吗？太没良心了吧！罗宾，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黛西是什么来头？不管他有没有来头，我们都不能把他开掉，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不是我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是原本就是他的责任。是厉伟正，是厉伟正在那儿耍无赖，您我都知道。就算厉伟正是个混蛋，你们家黛西也不是吃素的。这录像我看了，你想再看看吗？天下就没有不是父母，我告诉你，孝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政府领导别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强烈的正义感。两回事儿，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是两种品质。老大，如果我们把黛西开掉，那就是在跟律所所有的年轻律师说，不要为律所卖命，明哲保身吧，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而律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把你拉出来当替罪羊牺牲掉。你拿主意吧，你的高级合伙人还没有通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惯你。你黛西选择吧，谁负责？我负责。咱们又回到当初那个话题了，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师，我可以。可怜的孩子，吓坏了吧？我把我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如果你被告了，你需要一名律师，我可以做你的律师。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我为你免费。另外，我跟你说啊，我跟律所里所有的人都说了，不许就此件事情发表任何的言论，啊，也不许接受采访。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不允许把它发到网络上去。那段录像啊，我看了，你不用担心。虽说呢，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但是那段录像啊，充分地展示了什么叫碰瓷儿，什么叫老人变坏了。他那天呀，是这么捂着胸口徐徐倒下的，开眼地，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是这样的。柯老师，找律师找我。谢谢。
建议啊，你跟黛西最近最好躲一躲，别发声啊，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你的意思是任由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的意思是唾面自干。我没那么好的修养，你别误解我呀。那好啊，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啐唾沫的时候，我一定建议你唾面自干。哎，这唾面自干的书面意思是说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啊，你呢不把它擦了，让它自己干掉。但实际上啊，这是一典故。这唐朝啊有个宰相叫娄师德，他呢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所以呢，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跟他弟弟说我呢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妒忌我，在陛下面前进我的谗言。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一定要事事忍让。其弟贵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视之耳，素不为凶忧。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哥哥啊，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就把它擦掉就算了，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娄师德说什么呀？师德忧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弩视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啊，不是自干，当笑而受之。什么意思呢？他哥哥说这个呀，正是我所担忧的。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为什么呀？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啊，人家怨恨你，你拿手给擦了啊，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你会加重别人对你的生气和怨恨。那应该怎么着呢？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不去擦它，让它自己干掉，而且笑着把这事儿忍受下来。哎，我这跟你说话呢，所以说这唾面自干的意思啊，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你要笑而受之。我就想知道啊，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武则天改唐为周，定东都洛阳为神都。这哥哥娄师德呀，得到了重用，出将入相，屡建奇功啊。那我想请问，那个唾面自干的弟弟又怎么样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必须交给我处理啊，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无良律师的标签，不管你在做任何事儿，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我不喜欢。这是你的休假申请表。这是我5年前的休假表吧？依然有效。你从明天起开始休假，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好，但是我有个条件，说，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负全责，比方说，吊销你的律师执照，